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换个角度看世界，带给你不一样的新知识。在45亿年前，最开始，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体，是个非常热、非常吵的地方。令人窒息的气体从火山喷发，岩浆形成的海洋，在地球各处冒着滚烫的泡泡。熔岩喷泉在尘土形成的云层下，喷溅着燃烧的土块。天空有大量的陨石，那是来自太空的石头。石头直直地撞进滋滋作响的水中，深深的水里有又热又黑的气体，朝着表面喷发，冲向这个古怪又没有生命的世界。时间来到35亿年前，然后深深的黑暗海洋中发生了神奇的事情。在接近称为黑烟囱的海底火山的热水中，一些微小浮游物体开始聚集在一起。这些微小物体迷你到连肉眼根本无法看见，它们可以是从太空掉下来，也可能是跟着气泡从海床漂上来，它们形成了地球上最早的生命。时间来到30亿年前，这个最初的生命只是一个小到不可思议、没有形体的小球，它们称为细胞。随着时间流逝，细胞聚集在一起生活，成为像糯米团般黏黏稠稠的东西，然后再长到像枕头那般大。此时，有些细胞开始使用阳光、水、空中的气体帮助自己生长，细胞的数量增加到数十亿。而后，海洋中就有了很多的新种生命。有些细胞被称为氧气的隐形气体，撑得鼓胀。这些氧气完全改变了空气，甚至改变了这个行星的颜色。环绕在地球外面的氧气，让黑色岩石的颜色除了深浅浓淡以外，还多了黄色、红色和棕色。时间来到20亿至17亿年前，虽然过程很缓慢，但在经过数百万年之后，细胞变得更完整了。它们的内部有了特殊的构造，让它们能够做很多新的事情。有些细胞开始共同生活，甚至住在彼此的内部。当空气中有了氧气，有些细胞开始使用氧气生长、发育。而后，这种新的气体也让生物从此完全改变。细胞长成各种奇怪、有趣的形状和大小，其中一些则成为最初的动物。然后，地球上的生命就真的开始繁衍了。时间来到了5亿2500万至3亿年前，海洋中充满了扭动、跳动、漂浮的生物。几百万年过去，这些不停飘荡的生物们变成了柔软的水母和软虫。慢慢的，它们演化成近似螃蟹或鱼的动物。在这些海洋生物之中，有些会抢夺空间，彼此护食，长得越来越大。在浅水池的黑暗深处，不同形态的动物发现了各种不同、潮湿多水的环境供自己生活。时间来到4亿5千万至3亿年前，当海洋中充满了生命，植物和动物终于开始往陆地入侵。在浅水中，湿湿黏黏的杂草对着阳光伸展，然后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演化成为高高的大树。于是，更多不同的植物出现，在陆地上绵延成数以百计的绿地。此时，具有能够弯曲的颈部和角状鳍的提塔利克鱼努力爬到了岸上。终于，潮湿的森林中充满了蛙类般的动物和其他湿湿黏黏的生物。巨大的昆虫起飞了，在又热又潮湿的空中做了首次飞行。时间来到了2亿5千万至2亿2千万年前，然后灾难临头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毁灭性的灾难杀死了地球上大部分的生命。哇哦！我们不确定究竟是什么原因，科学家们也还在继续寻找线索。很可能是由火山爆发喷出来的极大量灰尘遮蔽了太阳。生物在没有阳光或温暖的状态下很难存活，但有鳞片蜥一般的动物却活下来了。们产下陆地上最初的卵，并且开始繁殖，长得比从前还要大。之后们长成有史以来最巨大的动物恐龙。时间来到了2亿3千万至7千万年前，最大恐龙的行走震撼了地球。当其他动物们在沼泽中艰苦跋涉的时候，这些硕大无比的爬行类则隆隆隆地越过了沙漠。有些恐龙像房子一样高，有着锯齿般的利牙，真的非常吓人。没有牙齿但有喙部的小型恐龙是跑得最快的动物之一，们靠着钩状的四肢在平原上到处追逐。有些恐龙以植物为食，还有一些
则吃那些以植物为食的恐龙们在陆地上四处游荡。当时陆地还是一块巨大的岛屿，而且才刚开始分裂，并且各自漂移中。时间来到了2亿至6500万年前，蜥蜴般的惊人动物在空中飞寻，而大型的鳄鱼、鲨鱼，还有其他巨大的爬行类，则在温暖的海洋中游动。天空中、陆地上、海洋里，充满数百万种不同的植物和动物。小型的有毛动物是最初的哺乳类动物，它们快速地钻进拥挤森林中的洞穴里。它们也是最早生下宝宝，而不是生蛋的动物。所有生物们都得抢夺食物和空间，最成功的才能存活。最初的鸟类也开始啾啾鸣唱。时间来到了1亿4400万至6500万年前，当第一朵花被太阳照得暖暖时，色彩也在各地出现。透过昆虫的帮忙，这些花儿茁壮成长并散布开来，它们的新气味随着微风飘散。但是所有事情又再次有了改变。称为陨石的巨大石头撞击了平原，厚厚的尘土在空中扬起，地球上到处有火山爆发，灰尘掉落，岩浆流动，温度急速下降，都导致生物窒息。时间来到了6500万至1000万年前，这个世界跌入冰冷的黑暗中，严寒的气候，没有食物，恐龙们都死了。但是这一次，有毛的小型动物存活下来了。它们很有可能是找到了避难所，而且身上的毛可以保持温暖。这些温驯有毛的动物们演化成为许多种不同的动物。随着恐龙的消失，哺乳类接掌了这个世界。很快的来到了1200万至500万年前，猴类和猿类在非洲陆地上的巨大森林中四处摆荡，它们各自寻找不同的食物吃，也住在森林中的不同地方。有些在树林里面喋喋不休，有些则在森林底层的林床闯荡冒险。随着时间流逝，雨量减少了，森林变成块状而不连续，于是开始了只用2只脚步行穿越开阔土地的猿类。不仅如此，它们生存得更好了，逐渐演化成为最初的人类。于是时间来到了500万至6万年前，科学家们找到了其中一个最初的猿人骨头，并帮它取名为露西。露西的生存年代是在350万年之前，他们学会使用火来保持温暖，他们把石头磨砺当成工具使用，而且他们还会狩猎。化石的脚印显示，这些早期的人类世间行走，穿越广阔的平原。于是不同族群的人开始走出非洲，找寻新的地方居住，终于来到了6万年前至现今。早期的人类，他们在探险的时候，地球变得越来越冷，地球被冰覆盖的面积愈来愈扩大，连海洋也冰冻住了。在这些冰河时期初期，人类的生活进入了辛苦艰难的阶段，他们学会了使用工具，并且知道如何保暖，并使人类族群生存下去。于是这些人往外扩散，在世界各地定居。他们的脑部越来越发达，也开始思考，变得越来越像我们。当地球变暖，他们开始耕种，以便获得食物。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和这些存活下来的人有亲缘关系，包括你我在内。现今人类跟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样，都是随着时间演化而来。对于周遭的世界，我们学到越来越多，但是我们也持续摧毁大自然，并改变气候，于是导致有些植物和动物再次消失。我们人类的挑战就是关怀这个已是我们家园的蓝绿行星。无论有没有我们的行星都还会在太空中持续绕行1万年，所以地球上不可思议的生命故事没有尽头。故事本身远远的超过这部影片的结尾。由影片中可以知道，我们地球的生命演化非常有趣，地球上的每种生物都历经了出现、兴盛、茁壮，甚至面临灭绝的命运。因此，我们更应该好好认识并珍惜地球生物多样化的美景。最后，这么棒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你的小小订阅可以鼓励我们继续分享创作，快分享出去吧！